各位，川普是去中国要饭的，这个结論沒有人不同意吧？你看看哪有說這個逼着人家接待他的呀？他自己宣布啊，我那個3月份訪華，結果呢，這個伊朗呢讓他沒臉了，說推遲，我5月中旬訪華。可是呢，中國基本上人家說只是保持着溝通，就是他訪華的前3天。這是沒有的這種國際先例，中國外交部才宣布啊，我那個看在你是美國總統的面子上，我就讓你來見習近平吧。啊，這個川普呢，在他的社交媒體發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將開啟的中國之行，稱中國是另一個令人驚嘆的國家。好家伙，川普啊，這是時隔9年。再次訪華啊，簡直是物是人非了吧？川普說為什麼去中國要飯呢？因為川普手裡邊的確是沒牌了，他呢就是一直想啊，把這個美國的國債，這些就是已經是還不起利息的國債，他希望能通過各種各樣的辦法巧取豪奪，能夠化解一些。可是呢，他想出來這法呢，全都是異想天開，跟中國展開了貿易戰，結果呢，被中國大嘴巴子抽的原地轉圈720度都打懵了，對吧？一看跟中國打這個貿易戰，他打不過中國呀，那怎麼辦呢？那收關稅，結果被美國的最高法院給判了，收出來的關稅不合法，還得一筆一筆的往回退。他自己說要賣那個所謂的川普金卡也翻車了，那吹牛要賣出1000萬張去，那就把這個國債都解決了。結果呢，只賣出來300張，而且呢，很多的這個移民律師也都說，這個金卡的法律條文裡邊有很多的陷阱，你們現在申請了以後啊，你們自己也得掂量着辦，不行的話趕快撤回來吧。For $5 million, this could be yours. That was the first of the cards. So then, you know what that card is? Gold card. It's the gold card. 1000萬張和100張，這是差了多少倍了？所以說，川普嘴裡邊，你一個標點符號你都不能信他。啊，他有這種可以說是謊言癖啊，謊言癖，他就在他的頭腦裡邊從小就構建了一個跟那個華人中最大的騙子郭文貴一樣的生理結構，就是在他的腦袋裡邊形成了一個吹牛逼反射弧，他一吹牛逼一騙人，他就給他分泌多巴胺，他就興奮，所以他一天到晚的吹牛逼撒謊騙人。實在不行了啊，可以說是川普這是內憂外患，錢袋子和軍火庫都要空了，沒辦法了，想起中國來了，就是去中國要飯，想讓中國當這個冤大頭。而中國現在已經是今非昔比了呀，所以美國啊，現在去中國腰也不硬了，腿兒也軟了，是吧？還想拿這個架端着去，沒門了。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特朗普總統即將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是中美兩國元首繼去年10月釜山之後再次面對面會晤，也是美國總統時隔9年再次訪華。習近平主席將同特朗普總統就事關中美關係以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中方願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擴大合作，管控分歧，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穩定性和確定性。中美關係
事關兩國人民的福祉，也關乎世界的和平、繁榮、穩定。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怎麼回事兒？就是通過交流嘛，交流合作，最後交融，那不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兩國國情不同，難免有些分歧。作為世界前2大經濟體，時而也會有摩擦，這很正常。中國從不讀美國書，從不干涉美國內政，也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樂見一個自信開放、發展繁榮的美國。同樣，美國也不要讀中國書，不要干涉中國內政，應該歡迎一個和平、穩定、繁榮的中國。對中美兩國來說，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共贏才能通向更好的未來。我和總統先生作為掌舵人，應當把這個方向向前走，讓中美關係就平穩前行。你怎麼看這個新的局勢？如果我的鼻子夠靈的話，我感覺到有大事要發生。第一個，川普已經宣布在國會講了，我贏了，這個中美伊戰爭就停了。對，那俄羅斯跟烏克蘭也糾纏這麼久，是啊，俄羅斯死傷少130幾萬，坦克車被幹掉12000輛，也想終止了啦。那剛好這3個巨頭就可以大家互相買賣了。這個中國跟俄羅斯協調一下，讓伊朗能夠對給我川普一個面子，我可以離開。我反正我講打贏了嘛，贏麻了，就這麼就撤兵嘛，這是最輕鬆的一個辦法。那順便呢，俄國跟中國也要求美國，你把澤連斯基那個事情給他弄了嘛，那就俄烏戰場也就停了嘛。還有另外2個隱形的戰場，這次也做一個交換意見嘛，一個台灣嘛，一個日本嘛。這個可能這3個巨頭能商量的就不出我剛剛講這幾件事兒了，因為再耗下去，俄國也吃不消了。你看那紅場閱兵連個坦克車都沒有啊！原來號稱是鋼鐵洪流的俄國。對，所以你看到，其實在紅場閱兵的時候，其實普丁有說，現在是呢戰場這個留給呢這個戰士了，所以呢比較少這個坦克。對呀，你想想看嘛，12000輛坦克車不是個小數字，所以俄羅斯也憋得很慘啊。那澤連斯基只要美國再給他把歐盟給他的資源再壓一下，澤連斯基也撐不下去了。所以這3個大頭的商量為什麼那麼密集呢？美國跟中國先商量，中國再跟俄國商量，後面是不是大家撒手？大家都好啊，俄羅斯也差不多了，伊朗也是嗷嗷待哺啊，都不希望這個戰爭再繼續下去，因為美國再打也打不出花樣來。我講老狗玩不出新把戲嘛，那咬了烏龜蓋咬不下去了，對不對？所以這個東西是3敗俱傷。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會談要有意義的話，是談這個事。那個什麼黃豆啦、飛機啦，那都是小交易、伴手禮的問題，對不对？如果這件大事3個人，川普可以吹了，你看我可不可以拿諾貝爾獎了？俄烏戰爭也擺平了，我覺得習主席可能才有也擺平了。那俄國講我喘口氣啊，中國說那我現在趁勢做大，我是居於調停的首席。我應該做了 C 位，我可以在全世界拓展我的，所以大好的美景就看你們3個人，因為這個世界上只有這3個人在支配嘛，要打的也是他，要談的也是他，能勸和促談也只有他。對，所以我講這個事情是我的一個猜測，因為現在這個氣氛已經有一點了嘛。你像俄羅斯人再打下去吧，烏克蘭只損失了4000多輛，因為他坦克車少。可是烏克蘭也死了不少人啊，人民都跑到海外去了，都離開了。所以這個爛攤子，這些國家的領袖都已經快要忍受不住，只有一個穩坐泰山的中國人在坐收漁利。我告訴你，他有什麼 ？Nothing lose， 他有什麼損失？對不对？那順便把台灣的問題再談一談，對不對？所以我看了半天，美國沒佔到便宜，花了將近1000億打這個美伊戰爭。俄羅斯更是請全國人死了
死了這麼多，130幾萬死傷啊，不得了了。俄國人口不多啊，所以這個問題我是覺得可能有解決的希望。我們希望他們3個都成功。帅老将軍果然是啊，越老越精明啊，他聞出来了啊。他聞出来了，说这一次川普手裡邊可沒有牌呀，朋友們。問題是川普去中國就是要飯的呀，他拿什麼來交換呢？他手裡邊美國牌已經打光了呀，那是不是只有把台灣賣了啊？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